波纹抖动为猎鹰时机台振动所造成在弓箭上的现象。其实，在 Clipper 当中有功能可能可以消除此现象，同时还可以测量出机台能走的最大加速度。Hi， 欢迎来到 Slow Engineering， 我是 David。此功能为 Clipper 上的 Input Shaping 功能，透过开回路控制产生抵消振动的频率。在 Clipper 说明文件中有介绍如何使用提供的 3D 模型与实际命令操作。来到文件中 Tuning 的部分，先下载本次需要使用的 3D 模型。接下来依照以下的条件进行切成软体的设定，建议层高为 0.2 或 0.25 毫米，填充与顶部可以设为0，使用1/2层的墙厚，或是使用花瓶模式。先将猎鹰速度拉高至每秒80至100毫米，确保单程猎鹰时间最多3秒。关闭所有切成软体中的动态加速度设定，还有最重要的，不要旋转模型。在汇入模型后，会发现模型内侧的 X 与 Y 标记与实际机台上的 XY 轴相反，目的是为了测试抖动，所以才会这样标记。接下来机台的控制界面，如果之前有修改过 printer.cfg 中的 Square Corner Velocity 参数的话，请将参数改回预设值5，然后指令输入 set velocity limit accel to decel 等于7000来增加加减速的最大极限，然后输入 set pressure advance 等于0，将之前介绍的 pressure advance 功能关闭。下一个步骤为关闭已有的 Input Shaper 功能。如果是第一次在机台上使用，就可以直接跳过此步骤。然后是主要指令 Tuning Tower Command 等于 Set Velocity Limit Parameter 等于 accel Start 等于1500 Step Delta 等于500 Step Height 等于5。这指令是与刚刚的 3D 模型配合的。说明加速度从1500毫米每秒平方开始，高度每5毫米一个加速度，每次加速度增加500毫米每秒平方。在弓箭上来看，就是一个圆弧，一个加速度。以上指令输入完成后，就可以将刚刚切成好的 3D 图档进行列印。完成后，可以在外侧看到一整排的圆弧与波纹，越往上层走，波纹也越明显。此时量测波纹间的距离，回应出来的模型大概只有2到3个较明显的波纹，所以只有量最近的波纹距离是多少。这边会有3个数值，分别为 v、n 与 d。v 为猎鹰速度，当初将猎鹰速度设定为每秒100毫米。n 为量测的波纹数量，量旁边的就是1，然后是 d， 也就是距离。透过 v 乘以 n 除以 d， 就可以算出频率赫兹。透过模型内侧的标记，对应算出 x 与 y 方向上的振动频率。这里 Clipper 文件上有特别注明，如果成品的波纹不是像圆弧的复制，那可能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先解决后再进行 Input Shaper 的测试。如果发现出来的波纹不是规律的，那可能机台在运作时含有2种不同频率的振动，这样就必须参考 Unreliable Measurements of Ringing Frequencies 的文件说明来使用 Input Shaper 的功能。另外还有提到，像是 Delta 型的机台会因为猎鹰高度而有不同的振动频率，与当量测出来的振动频率极低时，建议确认机台的刚性与降低猎鹰头的重量等提示。回到刚刚算出来的 XY 频率数值上，将算出来的数值填入 printer.cfg 中，新增一个新的 Input Shaper 巨集，并将 Shaper Freq X 与 Shaper Freq Y 的数值填入。下一步为选择使用的模型，重新启动 Clipper 后，使用与之前相同的命令设定多个加速度变化，并多新增 Set Input Shaper Type 等于 MZV
的命令来使用 MZV 种类的 Shaper 进行。可以看到列印出来的表面已经有明显将波纹去除的效果，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看到残余的波纹。量测不明显的波纹与之前的距离对照，如果距离有明显差距，表示需要更进一步选择不同的 Input Shaper 种类。如果距离相近，接着一样的步骤将 Input Shaper 的种类换成 EI 重新列印。当两个种类的 Input Shaper 都尝试过后，选择一个成果较好的当作使用的种类，在 Printer.cfg 中 Input Shaper 聚集新增 Shaper Type MZV 或是 EI， 这样就完成最基本的 Input Shaper 设定。从刚刚列印出来的工件中，也可以观察机台适用的最大加速度值为多少，对应 MZV 与 EI。EI 会产生比 MZV 更平滑的表面，但缺点是可能会损失角落的细节。观察工件上的细缝， 3D 列印模型设计时是一个 0.15 毫米的细缝，当加速度增加时，会渐渐将细缝拉大。所以适合的最大加速度就是当细缝有明显变更前的加速度。在分别判断出 X 与 Y 方向上的加速度后，取其中较小的当作机台的最大加速度值。这边我所使用的为 MZV， 可以看出最大加速度可以加至3500。回到 Printer.cfg 文件中修改机台的最大加速度值。透过 Input Shaping 设定，可以同时大幅消除波纹与了解机台的最大加速度范围。文中也有提到，在经过 Input Shaping 调整过的机台，需要再一次重新调整 Pressure Advance 来达到更加漂亮的转角。其实 Clipper 还有说明针对 Input Shaping 更加细致的调整，但文件中也指出，实际使用 MZV 与 EI 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觉得有帮助的话，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又或是透过 Patreon 连结支持。Patreon 会员部分会新增一些个人在机台调整上的经验分享。我们下次见。